2010年，《时代周刊》把扎克伯格评选为年度人物。Facebook 的使命也被美好地描述为驯服叫嚣的网络暴民，将充满孤独、反社会情绪的随机网络世界变成一个友好社会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车翻得有点彻底，不仅仅是扎克伯格翻车，和谐的网络世界的愿景也显得过于天真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，今天咱们就聊聊网络为何会滋生戾气，杠精又是如何形成的。在互联网兴起的前几年，有个比较流行的共识，大家都觉得网络让人有更多的机会与别人建立联系，从而会变得友好谦和。毕竟人们在陌生人面前会显得比较客气嘛。但这到2021年了，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和谐的景象，反倒是一些杠精们经常在网上站队、抬杠、互喷。每次遇到一个话题，敌我双方很默契地找到自己的阵营，然后跟对面的异类唇枪舌剑，颇有即时大妈吵架的即视感。凭什么他也男一号，我家爱豆只能演男二？两波粉丝恨不得上门约架。买那个车的都是人傻钱多，这个车才是性价比之王。两批车主忍不住赛道见。无论什么话题，好像都可以被一分为二，没有中立选项。而一旦卷入对立，大家论述的内容就变得不理性了，不再是摆事实讲道理，而是煽动情绪，置对方于死地。我只是想打死两位，或者被两位打死。之前见过一种求生欲很强的防杠句式，可能是用来调侃的玩笑，就是说一句话不能说得太满，更不能贬低其他抬高自己。如果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敢吃苦了，这就是典型的找杠。咱们换个说法，有一小部分年轻人可能还需要培养奋斗精神，一小部分和可能重点强调，然后后面加上括号，只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对，这样的话就安全很多了。你可能会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带主观观点，保持中立不就行了吗？对个人而言，确实是个好办法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咱们看一篇报道，只是客观的数据和事实，好像又不太能引起共鸣，对吧？不利于它的传播，因为没有多少人喜欢看客观中立的东西。万万没想到，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，提到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频道福克斯新闻的成功秘籍。它的理念有两点：一，提供有强烈主观观点的新闻；二，没必要取悦所有观众，迎合喜欢你的特定人群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给观众想要的东西，比给他们客观事实更赚钱，也不用在意持反对意见的那些人，因为从他们身上赚不到钱。所以咱们有时候很反感的标题党和哗众取宠的内容，但不能否认，他们往往能成为网络上的爆款。互联网把大家连接在一起了，但它也成为一个滋生戾气的温床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公众号利维坦在其文章《网络暴力与分歧的反思》中提到了高语境与低语境两种文化传播的模式。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 ·T· 霍尔提出的。高语境往往受到文化的约束，也就是表达并不是直来直往的，而是委婉含蓄的，需要根据语境来理解言外之意。低语境呢，就是直白的，你不需要判断是谁说的，什么情况下说的，传递的内容就是对方的思想和情感。现实社会就是在高语境模式下运行的，你和你的圈子、文化、习惯、价值观差别不大，沟通起来也更关注对方的感受和关系的和谐，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冲突。比如你周围的人说你的不对，开个玩笑就过去了。但互联网更像是一个低语境世界，传递的内容如果跟自己的观点不同，从字面意思就会单纯的把不同意你的观点看成是不喜欢你这个人。遇到分歧怎么办呢？要么战斗，要么逃跑。网络又不是现实，信息的不透明也助长了正面冲突的气焰。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怕他干嘛？一个字儿就是干，对吧？所以硅谷企业家保罗·格雷厄姆说，互联网就是一种在设计上就会引发分歧的媒介。社会心理学家亨利·塔菲尔、约翰·提纳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，意思是人们会对自己进行社会分类，把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，然后通过内群体的偏好和外群体的偏见来提高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。比如咱们经常看到一些鄙视链，什么看英剧的鄙视看美剧的，看美剧的鄙视看日剧的，看日剧的又鄙视看韩剧的等等。这里有3个阶段：一、类化，就是先把群体分类，男人、女人、黑人、白人之类的，然后把自己放到对应的群体中；二、认同，给自己贴上符合这些群体属性的标签，比如喜欢看美剧、开国产车之类的。三、比较，通过跟其他群体比较，想方设法的证明跟自己一样的就是好的，不同的就是差的，来提高自尊和优越感。大家会发现啊，这不就是先站队，然后互相抬杠的过程吗？而且互联网跨越地域的便利和非实名的隐蔽属性，让这一现象愈演愈烈。不用担心抬起眼了对方撂一句你给我等着，毕竟谁也不认识谁，先赢了再说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·奥曼说，
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，争论的结果必然是这两人达成一致。但正常情况下，人们在判断和争论时都不会绝对理智。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的作者说，人做判断时有两种机制，一种是科学家机制，先有证据再下结论，另外一种是律师机制，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。小伙伴们可以猜一下，大多数人使用的是什么机制？答案是律师。人们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，这在心理学上叫做确认偏误。就是说，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一个东西，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信心的信息，甚至可以不顾事实。其实上面社会比较的过程，大家就会有这个心理。有研究发现，如果你给一批已经支持某种观点的学生提供这个观点的负面信息，功能性核磁共振会显示，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，而负责情感的区域却被激活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啊，他们不讲理，只讲情。试想一下，两个不讲理的人还能坐下来好好谈吗？张三的理论只会让李四加强自己的观念，李四的分析也会让张三觉得是针对自己，两人不骂街才怪。有些杠精抬杠的内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之前有个平台发布了一篇文章，介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张守胜发现了手性马约拉纳费米子，一些人就在文章下狂喷，国家培养了你，你去跪舔外国人。而对于这项物理学发现，竟然没有人关注。然后杨振宁认为张守胜的成果极具革命性，很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，杠精们又来了，把他迎娶翁帆的旧事儿拿出来开喷。咱们会发现，有些无知的人反而非常自信，这个现象被称为达克效应。就是说，咱们学习一种新技能时要经历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所以往往自信心爆棚。第二阶段，越学越难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自信心大幅下降。第三阶段，积累了知识和经验，知道自己知道，自信心逐渐回升。第4阶段，达到了一定境界，不知道自己知道，风轻云淡。抬杠的人大多是处于愚昧之巅，对于一个专业领域，往往只看到了冰山一角，看不到也理解不了海面下的部分。所以杠精们敢跟火箭专家说，你的火箭不行，燃料不好，我认为得烧柴，最好是煤，煤还得是精选煤，水洗煤不好。郭德纲说过，内行要是跟外行去辩论，那就外行。换句话说，科学家要是拿正眼看杠精一眼，那他就输了。从上面4个原因，咱们也能找到一些避免跟杠精产生冲突的方法。当然这里不是说有办法说服杠精，你可能永远说服不了杠精，但你可以说服自己，改变自己的思维。网络不会消除冲突，很多话题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产生分歧，这样的话题才会被传播和热炒。之前有人提到过一个理论，数字劳工，就是说互联网的每一个用户实际上都是这些企业的免费工人，你的点击、浏览、评论、分享最终都会变成可视的收益进入他们的口袋。所以有些信息不必当真，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那些幕后玩家没准在笑着吃瓜。换个视角看问题，如果用单一视角看待问题，就只能看到你想看到的一面，不够客观立体。真的遇到分歧，就把自己抽离出来，把自己想象成客观中立的第三者，然后尽可能找到正反两方的优势劣势。这样你会发现，争论是没有意义的，他们双方持有的观点都是在当下最适合自己的，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。吸收不同的观点，网络也会投其所好，你想看什么就会给你看什么。但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，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，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式效应，人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。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，刻意的跟有不同观点的人交流，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，这样不仅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，还是个提升自己的好方法。提高自己的认知，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面。当你走到平稳的高原的时候，回过头再看站在愚昧之巅的杠精们，也会觉得可笑，跟他们辩论实在太外行了。因为很多时候争论的内容不是什么才是真理，而是我一定要赢你。再来个总结吧，说服一个杠精比教训一个装睡的人还难，所以没必要，咱们自己醒着就可以了。最后啰嗦一句，既然看到这儿了，铁子们不如顺手一键3连，谢谢大家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